最新消息，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成功袭击了俄占港口。在这次行动中，俄军一套价值2亿的雷达系统被当场打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详细战况。根据推特上 OSINT Defender 提供的消息，在8月29号，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针对赫尔松州扎利兹尼港开展了袭击行动。这次行动呢，击毁了俄军一套名为 Prayer 的 E 海岸雷达系统，价值2个亿。除了该雷达系统外呢，还有一个 LEER 型保护雷达装置的电子战系统也在这次袭击中被摧毁了。值得注意的是，从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大兵发现俄军的 Prayer 的 E 雷达系统被摧毁时正处于战斗执勤状态，雷达竖起，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在走动中。随后呢，该雷达车的位置坐标却被乌军的一架无人机清楚地拍到了，但他们似乎并未发现上空的无人机。紧随其后的就是精准的炮火打击，附近的俄军见火光一闪，自家内价值2亿的雷达就告别了他的服役生涯，随之而来的是滚滚浓烟。更让俄军无法忍受的是，那架无人机在雷达被袭击后并未迅速撤离，而是选择继续拍摄，观察目标是否被完全摧毁。目前到底是海马斯火箭炮还是其他制导武器击中了乌军，并未声明。但根据这1年多来乌军精确打击火力的观察，大兵个人认为完成该击杀的应该是海马斯制导火箭弹。当然啊，也不排除是 AGM-88 反辐射导弹，因为它是专门为摧毁俄罗斯这种雷达站等目标而设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款被摧毁的雷达车似乎价值非常高，高达2亿美元。Prayer 的 E 是俄罗斯在2023年6月才对外公开的一款暗防用机动超视距雷达，俄军秘密将其部署在赫尔松海岸，用来远程监控乌军海上和陆上的行动。为了保护它，俄军还出动了 Lear-2 电子战系统保护，但最终呢，仍然是不敌乌军的精准火力。不过对于这款雷达的价格，大兵也有些疑问，这款雷达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居然能价值2个亿呢？我想各位应该也很难相信，一个基于简单卡车的雷达站的成本竟然超过了2架最现代化的美国第5代战斗机 F-35。为了得知这款雷达是何神圣，大兵决定对它进行一波小小的家访。据了解， Prayer 的 E 雷达系统也被称为 Prayer 的 E 或者 Limit E。这款移动海岸雷达系统安装在6×6的卡车底盘上，俄军声称其具有超视距探测功能，能够与海岸防御要求紧密结合。工作中，该雷达系统的主要目标是将地面和低空机载目标的探测范围扩展到传统无线电世界之外。根据俄军的资料显示，它的最大探测距离为400公里，能够为军队提供高精度的目标坐标，精度范围为100米，偏差为 0.5 度，其180度视野可以进行广泛的扫描。在通讯方面， Prayer 的 E 可以通过有线和无线信道与其他站交换数据。有线网络支持最远500米的数据传输，而无线信道的覆盖范围最远可以达25公里。俄军声称 Prayer 的 E 可以在有源和无源雷达模式下运行，提供操作灵活性。它最初在 IMDS 2017国际海军展上推出，直到今年6月才对外公开，可以说是俄军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了。俄军表示，当该系统与堡垒沿海反舰导弹系统集成时， Prayer 的 E 的探测和跟踪能力得到增强，这将有助于改善俄军港口总被乌军无人艇打击的困扰。根据俄军制造商称，该雷达依赖于一种称为大气波导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呢，某些气象条件会在地表上方圆数十米的高度上形成波导，而该雷达则可以借助这个波导显著增加雷达信号范围。而这款雷达为什么这么贵？大兵也终于找到了原因。俄罗斯声称该雷达使用了最先进的电子和隐身技术。没错，它贵就贵在最先进这3个字。好了，开个玩笑啊。但是一辆雷达车居然还能隐身，你敢相信吗？反正大兵以前是没听说过。所以说啊，这一定是所谓的隐身能力才让俄罗斯国防部心甘情愿地去购买了这款雷达车。那么它的隐身能力究竟有多强？出于好奇，大兵又仔细地观察了该雷达车的照片，试图从其外表上找到类似隐身坦克一样的设计。但让人失望的是，大兵并没有从该雷达的外形中找出任何一处能算得上隐身的设计。
毕竟地面装备和飞机军舰不同，不需要针对远程探测手段，也就是雷达信号侦察。这是因为地面对于雷达波的干扰很大，因此在战争中，对于地面武器使用雷达波探测的并不多，所以一般意义上的雷达隐身并没有什么用。这就排除了俄军丧心病狂地用锡箔涂料制造雷达车的可能。但对于地面装备而言，虽然不需要雷达隐身，但去搞一搞视觉隐身还是可以的。在军事领域，很早以前呢就有了降低可视化的思路，例如迷彩伪装就是一种降低视觉观测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呢，在夜间并没有什么用，只能被当作最简单的隐身。除此之外呢，由于像雷达车这种车辆会向周围散发热量，因此红外隐身也很有必要。这种隐身方法可以使车辆在夜间更加安全，不容易被红外观瞄设备发现。当然，即使在白天有可见光情况下，红外设备也能根据温度差异来寻找地面目标，所以地面装备想要隐身就必须控制自己的温度。此类装备最有名的莫过于波兰的 PL-01 隐身坦克，它外层覆盖的瓦片装甲可以调整温度，制造和环境温度类似的红外信号。同时，其车体外表还分布了大量的红外探头，用来检测周边环境温度和红外信号。根据侦测的实时环境红外信号，自动调节外部瓦片装甲温度，使其和周边温度一样，红外信号一致。由于红外观察的图像细节较少，因此可以完成红外欺骗效果。这种隐身方式对于红外观瞄设备影响确实非常大，除了在晚上看不到之外，即使在白天使用红外导引头的武器也很难将其瞄准。虽然波兰的这款隐身坦克还有着各种的问题没有解决，但至少人家在车辆隐身方面确实下过功夫。而俄罗斯的这款雷达车，大兵却并没有在其外部发现类似于波兰坦克的那种红外隐身装甲，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卡车。当我们排除掉俄罗斯隐身技术返璞归真的这种可能性后，结果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俄军的这款雷达车的隐身标签只是来源于它所具备的无源雷达工作模式。无源雷达呢，是一种不用发射机发射能量，靠接收其他反射来进行探测目标的雷达。这种雷达鉴别目标的能力主要取决于目标之间的表面温度差异和目标的反射系数。由于无源雷达本身并不发射能量，一般呢也不存在被干扰的问题，它可以昼夜全天候工作，还能避免被敌方发现，导致自家阵地暴露的风险。但是该雷达只适合针对那些高速移动目标的侦察，这也难怪乌军无人机飞到它头顶还不得而知。但关键是无源雷达这种东西也不是啥新概念这玩意儿的历史几乎和雷达技术本身一样悠久。要说俄军的隐身雷达车就因为这个花了2个亿，大兵只会觉得这是俄军近年来最大的绝活。当然，或许它还有某些从外表难以发现的特质，才让它的价格如此昂贵。至于是什么特质，大兵也不好确定。毕竟谁能想到这么牛逼这么贵的装备来到乌克兰后，还没拿出多少战绩就被炸了。而类似倒在这种袭击之下的还有 S-400和堡垒海岸导弹系统。这一打击延续自8月23号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发动的7次袭击，袭击目标包括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堡垒海岸导弹系统，而这次击毁的 Prairie-E 雷达系统则可能会给俄罗斯的海岸线空中监视网络带来一个缺口，并可能会导致乌军进入克里米亚的活动频率大幅增加，更难被俄军侦察。前线的俄军也可能变得更容易受到电子对抗措施的影响。如果再加上此前被打爆的堡垒导弹系统和 S-400，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俄罗斯的海上封锁能力将被降到最低，乌军很有可能会趁机针对沿岸的俄军补给线攻击。此外呢，乌军的地面作战也可能会变得更轻松，因为没有这些系统将减少对乌克兰装甲纵队和步兵的直接威胁。乌军还可以使用机动火炮或者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对俄军阵地进行打击，被发现和反击的风险大幅较低。而由于克里米亚是俄军重要的物流中心，大兵猜测乌军下一步行动可能会针对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后勤运输路线进行打击。克赤大桥以及克里米亚机场等重要设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会受到乌军更多的关注。顺便说一下，乌克兰抵抗组织报告称，克里米亚当局正在修建一条沿海公路，能够直接抵达扎波罗热备战领土，试图以此避开乌克兰对赫尔松左岸的炮击。不过大兵怎么看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下面我们来说说战场态势。在打通了罗村之后呢，库班方向的乌军进度变得十分迅速。目前俄军第二道防线最重要的阵地维尔博维已经被突破，乌军收复了维尔博维西北地区超过5公里的面积。那些反坦克沟壕和龙牙防线只阻碍了乌军大约1天的时间，俄军被迫撤入了韦村内部。FAMES 数据集显示，双方的交火地点已经从维尔博维村的西北部移到了东南部，而俄乌双方的直升机昨天在村东南互扔炸弹，也进一步证实了那里成了前沿阵地。该地区对于乌克兰的战术意义在于收复它将使俄军几乎不可能守住位于高速公路上的几个村庄了，而且可以有效扩大和保护罗伯季涅乌军的侧翼。而更前方的新普罗科皮夫卡村，乌克兰正用一支部队在村北部顶住俄罗斯部队，主要部队却绕过了村子，从东部沿着公路向村南前进，当前距离村子仅2公里。而在巴赫穆特方向，乌克兰部队在克里什奇夫卡和安德里夫卡成功击退了俄罗斯人的反击，并在防守反击的运动战中将大部分俄罗斯人推回了铁路陆地后面。同时沿着巴赫穆特方向南翼铁路沿线的森林带推进，驱逐敌人并且进行巩固。至此，俄军从上周到现在在巴赫穆特南翼试图取得进展的反攻基本宣告失败了，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增援部队也损失惨重。而乌军将领希尔斯基更是下达了将俄罗斯人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的命令。乌克兰部队在这里的战略目标现在是渡河并绕过巴赫穆特向南挺进，因此目前乌克兰炮兵正在对这一地区的俄罗斯人进行猛烈炮击。与此同时，第3亚速突击旅在休整后向安德里夫卡北部和南部发起攻击，夹击房屋群的俄罗斯阵地。总体来看，俄罗斯在乌东北1个月的反攻以烂尾告终了，俄军现在又回到了进攻前的状态，而乌军呢，则尽可能的在俄军防线上多打几个窟窿，并把缺口尽力扯开的意图明显。在武器方面，最大的消息呢是乌克兰在8月31号宣布已经自主研发了一款射程达700公里的导弹。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表示，乌克兰的远程导弹计划正在取得成功，该导弹也被人们猜测是改进过的 R360 海王星巡航导弹。此前，乌克兰使用海王星反舰导弹改进的对地打击型号摧毁了克里米亚的俄军 S-400 防空系统。这种型号的海王星呢，采用了末端图像匹配技术，可以根据事先输入的图像搜索目标并发起攻击。海王星成功摧毁了俄最先进的现役防空系统，足以说明这种导弹的打击精度和俄罗斯防空系统的真实水平。而其射程的提升呢，也代表着乌克兰自产武器足以摧毁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军事目标，而且不需要借助英法2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导弹了。所谓求人不如求己，与其一直等待德国、美国提供的金牛座 ATACMS 导弹，不如先让乌克兰自己在这方面实现突破。以乌克兰的军工实力底蕴，这一点其实做到并不难。到了今年冬天，如果俄军继续对基辅等大城市进行精准打击，那么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也将很快受到对等的报复。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